我们收集到的也是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啊，不是全部。看见没有？这个是一把紫砂壶啊，注意这上面画的是什么？珐琅彩。我们过去很简单的把它叫什么呢？紫砂家彩啊。乾隆以后，同治、光绪时期大量生产，但是请注意，那些不是珐琅彩，而是粉彩。这个上面加的，看见没有？这是蜀葵、菊花、海棠啊，这种3种花。那么这上面也是落花啊，落花虽然没有流水，也是落花。这在康熙时期是经常使用的这种装饰技法和选择的图案。请大家注意，这上面的柠檬黄，它的边沿是白色的，看见没有？这个菊花是蓝色的，这中间有白。胭脂红这边上留白，看见没有？虽然它跟粉彩相比较，这个初期的作品没有粉彩那么的细腻，显得还有一些简单粗糙，但是就这样已经在原来的基础上进了很大一步。那么所以我们注意这种东西啊，这可不是一般的我们叫粉彩，这就错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大家要搞清楚什么是珐琅彩，什么是粉彩？有很多人一看，哟，这粉彩嘛，不对，这是珐琅。这个里边的白，注意啊，这个里边的白啊是什么？我们给大家刚才讲了，玻璃白。这种玻璃白的颜色，我们在康熙的铜胎画珐琅当中也曾见到过，比如说福寿双全的那个制式瓶，来给大家再回顾一下啊。我们不是乱说的。看见没有？福寿双全，鸿福齐天，这个是我们过去只在雍正、乾隆以后才见到，但是在康熙的铜胎画珐琅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样的作品的出现。请大家注意的是这个白地呀，这个白地是什么东西啊？玻璃白啊，是吧？这个时候已经明显的感觉到康熙末期的珐琅彩的制作已经上了一个非常大的台阶。看见没有？这就是它的底款，康熙御制蓝料彩。那么这个蓝料彩是不是刚才我们所讲的用铜做成色剂的蓝色调呢？我们叫蓝料彩呀，是不是啊？这个都是我们今后要研究的一个问题，包括这个上面的淡淡的这种蓝色调，是不是刚才我讲的那种铜花和硼砂融合在一起形成的呢？啊，这个我们以后再去研究啊，我们现在不讲这个，我们先讲这个啊。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哎，等会儿啊，等会儿。我们除了看了这个壶的颜色以外，也请我们研究瓷器的朋友们要注意一下这件器物的造型啊。大家不要一天到晚看珐琅彩干粉彩是干什么御窑啊。这个紫砂壶来自于宜兴，它不存在御窑不御窑的问题，但是
它的确是我们这个照办处珐琅做的画师们画出来的作品啊。那么底款也同样用的是什么？即便你说我兴趣不大，但是作为一个常识，你必须要知道。所以我们在看珐琅彩的蓝色调的时候，请你注意，它不是氧化钴，它是氧化铜形成的这种蓝色调。那么这让我想起了一个什么东西呢？来，我们用实物来说话啊。的是牡丹花啊，这个牡丹花画的就非常华丽了啊，非常的华丽。这个边儿全部是白边勾的。我们提醒大家注意啊，看到这个绘画的这种装饰技法，我请诸位镜头前的朋友们，你们想一想，青花牡丹花是不是也是留白边的？所以我们如果在自己的头脑里想到，哎，这个珐琅彩它也是留白边的，那么青花当中也是留白边的，那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啊？这是康熙特色。这个呢是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康熙时期所有的花卉都是留白边的啊，这个虽然是珐琅彩，但是它的装饰技法啊，绘画的风格实际上和五彩和青花如出一辙。所以在这个之前，我的很多的这个讲座当中啊，一再给我们朋友们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不同质地的这个材料也好，东西也好，它的艺术风格是相通的啊，这就是我们过去讲的叫时代特色、时代风格，这个完全是一致的。所以我们要如何融会贯通它，能够把握自己，去认识东西，这个是至关重要的啊！大家不要大而化之，这个绝对不可以啊，绝对不可以啊！这是这一件东西啊，我们看这个牡丹就画到的非常的华丽了，这个就是宫廷画家画的。那么有一点点像谁呢？像韵南田的绘画技法啊，这个请大家要注意啊。这个是把盖儿打开啊，这个盖儿打开的这个样子，包括这个盖儿上的花卉啊，各式各样的这个颜色的搭配，大家就注意一下就好了啊。我们有这个机会能给大家这么展示一下，也是挺好的。这是款的写法啊，款的写法，这个特别有意思是什么呢？因为它这个款呀，如果写在这个紫砂这个深颜色上边，不用白在上面打个底的话，这个字写上去以后啊，它颜色本来就暗，再加上我们这个款呢又是用的蓝料颜色，这个暗中加暗，使得这个款呢就显得不是那么清晰。所以我们照办处的这些画师们已经考虑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在写款的时候呢，先把底下方方正正的涂上白色调，然后画上蓝料，再写款啊，这个就会出现这么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现象。这个实际上给你感觉呢，实际上颜色还是有一点点的不搭啊，因为这个白和旁边的这种褐色，这个两者之间呢不是那么很融洽，显得比较的生硬啊，比较的生硬。好，
这个我们做一个尝试了解一下啊。尤其这上面的这几个字，这个楷书啊，写得非常好啊，写得非常好，大家一定要注意。好，这是一个瓜刃形的一把壶，上面的壶钮除了宝珠顶以外，它的叶子有点像荷叶一样，是往上翻卷的啊，翻卷的。它的主体纹饰画的是寿桃，大家注意啊，画的是寿桃，画的也是比较的漂亮啊，画的是比较漂亮。那么旁边一个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刚才我们看的是蓝料写的款，而且呢用白做地，看起来刚才我给大家呀，我是一直在考虑琢磨，刚才那把壶应该是在试制过程当中属于年代稍微偏早的一类。那么你凭什么说呢？那么我就拿这一件作为一个比较。大家注意，这个因为是刮刃的，所以它这个上面底下的这个不是圆形的了，它随形而画，画成了一个什么呢？略像一点海棠的形状。这个在我们其他款里边是很少见到的。它本来是画圆，但是它有一个凹凸，所以就形成了一个海棠的现象。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它在它的外侧用金来描勾勒成一个金啊，里边白外边金，然后中间康熙御制，非常有意思，它是用金来写的。如此这么一搭配，给我们感觉这个色彩就显得非常的融洽啊，因为这个深颜的当中用金来描绘它，反而更加突出了这个金颜色那种金光灿灿的那种感觉，显得华丽了。刚才那个显得生硬，那么惨白的上面用蓝颜色，旁边又是褐色，是吧？相互之间有点不搭，很生硬。而这个呢，它同样用褐色紫砂的本色做底，用金和白勾勒和写款，这样一个深底用金一写，反而恰到好处。这个深衬托了金颜色的华丽，显得这个款制啊更加的庄重富丽。这种东西一看起来就像什么？这像帝王之气啊，帝王之气。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看这个盖上面这个中间啊，用的是蜀葵这种花开以后上面一个宝珠顶啊，很漂亮。大家注意啊，这个上面里边有花心的，看见没有？点的花心，这个用的是氧化锑啊，这个上面的蜀葵也是用的氧化锑。这个用什么？用铬还是用什么颜色搭配的啊？颜色是非常特殊，以及我们注意中间淡淡的粉色调，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胭脂水啊，胭脂水的颜色是胭脂红的一种嘛，是吧？胭脂红的一种。这是它的另外一面啊，这是另外一面。这个是千层菊啊，千层菊，这个菊花画得也很漂亮。所以我们看哦，这种宫廷御用器啊，它画出来的东西啊，它始终保持了这种宫廷御用器的那种华贵。你看它这画的东西，就跟民谣当中完全不同，非常漂亮啊，非常漂亮。所以我们等会儿再讲啊，我们专门有画绘的画师，有专门画山水的画师啊，有画花鸟的画师，分工非常细致啊。好，我们再来，这是一只碗啊，大家注意，
这个相互之间呀，像个贯套纹一样的，实际上是采用了西洋的洛可可的那种装饰技法，我们叫开窗或者叫开光啊。这个同样是用柠檬黄，然后这个旁边是勾线的啊，用自然的这个紫砂的褐色做底，然后用尖锐的东西把这个线条割了出来。这种方法实际上它是学了我们宋代北宋磁州窑的这种装饰技法，用褐做地，上面再加彩，勾勒出轮廓啊。这种装饰技法啊，是我们有一种传承的承上启下的关系在里边。所以我们在研究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明白它从哪里来。但是这种开光的形式啊，这是我们传统当中不多见的啊。但是与铜胎画珐琅以及西洋的装饰技法却是息息相关的啊。那么再看底下的款，刚才我们看的款都是双方框或者是双圈，这个是单方框啊。同样用金写楷书康熙御制，大家注意啊，这个时候我们才发现这个金在紫砂上面写啊，却是那样的漂亮。也就是说，我们当时宫廷这个如意馆的画师们啊，也是动足了脑筋，对这个不同色地上使用什么色彩，他是做过研究的，而不是那么很随意的、随随便便的就这么往上一写，这个是不行的啊，这是不行的。好，我们继续。哎，这又是一个啊，这上面画的是瑞果，这个就比较有意思了。这个上面画的这个果树啊非常多，寿桃、荸荠，这是我们南方的樱桃。这是杏儿，这个是石榴，这边可能是葡萄，这后边是菊花啊。大家要注意的是什么？刚才我们看的是单方框款，这个是什么？不写款，不带方框了啊，不带框，直接楷书康熙御制，同样用金啊描金来写啊，描金来写。我再看啊，还有一个它的另一面啊，看一看这个另一面啊，颜色也是比较漂亮。那么我在讲这个色彩的同时，请大家注意啊，也要注意这个器物的造型啊，这个是跟当时代的器物造型是如出一辙的。我们青花当中有这样的碗呀，大家要注意啊，不要这个颜色不错，这个东西好啊，这个东西值钱，谢谢你们。这种脑子里边不要给我冒这种花头出来。我希望你们看到这个色彩，了解这个色彩是珐琅彩。第二个就是这个造型与同时代相类的东西有没有存在的相同之处啊？这是我要提醒你们大家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啊。好，这也是它的另一面啊，还有菱角啊，这些东西，葡萄啊，这是我们讲的是这个兰花兰花，这就是它的一个通景图啊，这还有荔枝呢啊，后边还有牡丹啊，这个哎呀，真是这个色彩还是非常丰富的啊，色彩非常丰富。哎呀，好，这个碗呢，我给大家看一下，它就这么写的啊，它就是这么写的，这个款，方框啊，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啊，但是这个字的写法，这个字体啊是相当的饱满啊，非常的端庄，这个请大家注意。这个呢就是哎呀，还有几件呢，哎呀，今天时间又过了，哎呀，对不起，这个我一讲起来可能有一点滔滔不绝啊，滔滔不绝。那么这样吧，我们这个反正讲座呢还在继续啊。那么我想呢，今天因为时间呢已经
过了。我想呢，在这儿呢，不想耽误大家更多的时间，因为大家陪同我做这么长时间也够累的。那么我想呢，今天我先讲到这儿，啊，我们下一次讲座的时候呢，我们继续啊，欢迎镜头前的朋友呢，能够和我一起来分享啊，这个目前我们世界上收藏的很少一部分的这种器物，共同来了解珐琅彩啊，它的制作，它的这个材料的运用啊等等方面的一些问题，以及康熙、雍正、乾隆时期他们的不同之处和不同时代的风格。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就先到这儿，谢谢大家和我的陪伴，谢谢。那么我们继续啊，我刚才呢讲的氧化铜反应成蓝色，与氧化铬相熔成绿色。这个化学元素啊，我们平时很少用到的啊，我们可能知道这方面的人可能更少啊。但是呢，我告诉大家有一样东西，我想没有一个人不懂的啊，那就是什么呢？翡翠。我们都知道翡翠是绿的，对吗？当然也有透明的啊，也有其他颜色的，但是我们以绿色调啊为准。那么请大家注意的是什么？翡翠当中的绿色调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氧化铬啊，它是在这个高温低压当中形成的这种绿色调啊，这就是我们讲翡翠的这个绿啊是这么形成的啊，所以我们在中缅交界地区啊，不是经常有这个挖掘啊翡翠矿。采集这个翡翠，采集这些宝石啊，希望能挖到一些上品级的好的东西。那么这是在大地这个地壳形成的过程当中，它是在高压低温当中形成的这种绿啊。那么这种绿呢，我还告诉大家，我们不知道我们镜头前朋友啊，你们搞不搞玉器？研究没有研究过玉器？或者说你们有没有到玉器厂参观过玉器的抛光这个工序？如果你们参观过的话，你们就会知道，玉器抛光的时候一定要用一种叫氧化铬的抛光剂，这个颜色就是绿的。不管你玉再洁白，也一定要用这个绿的抛光剂来抛光，它的元素就是氧化铬。所以我们请大家注意啊，在研究珐琅彩的时候，脑子里边要多一根弦，不要脑子里边氧化铜是绿，还原铜是红。这个提醒大家注意了，这个绿里边还有氧化铬这么一个元素在里边啊，不仅仅是氧化铜一种啊。那么这个里边我还专门，你看我们这个可以看到啊，氧化铜的熔温度是在1083.4度，氧化铬的熔温度是在1857度。所以如果没有硼砂进行一个助熔的话，那么这个绿色调就无论如何是得不到的，这个珐琅彩里面就不可能有这种颜色出现，所以硼砂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另外，硼砂与氧化锰呈紫色调，这个我们都懂的，锰是紫色调，和氧化铁呈棕色或者说呈褐色。
我们可以记住这个，在珐琅彩当中，这种颜色的出现一定与这个矿物有关。因此，我们讲硼砂祝融与发色很好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呢，硼砂就成为了釉药当中的一个主要原料之一。所以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是吧？刚开始就讲这些东西，是有一点点乏味的，但是没办法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这个我们学习要知道，我们等会儿看那个珐琅彩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这个里边蓝，这个里边黄，这个里边什么什么什么与什么有关你知道了就豁然开朗你不知道那还得学。那么所以我们大家要记住这个硼砂作为主要的原料之一，是在珐琅彩当中出现的，在五彩当中是没有这个颜色的。那么我现在必须要给大家讲清楚那么这个里边必须要说明的是什么？康熙时期使用珐琅彩的化学组成和中国传统的五彩瓷、粉彩瓷的材料有明显的不同。这个里边有几个方面。第一个，中国传统的彩瓷使用的是铅釉系统，康熙时期以及后筑巢使用的珐琅彩，它是用硼生系统，这个前面已经讲过了，这是第一，我们总结一下。第二，中国传统彩瓷多为透明色剂，这个我们要讲清楚，这是中国的传统特色，它所有的颜色剂都是透明的，而且呢，珐琅彩多为不透明的色剂，这正好两个相反。正因为两个相反，也说明了一个是中国特色，一个是海外回流的。所以我们这个标题就讲了，它是中西合璧，洋为中用就是讲的这些地方。那么这个里边呢，它不透明的原因主要就是因为硼和砷起到了溶剂和乳浊的作用这个里边就是珐琅彩这个两个元素起了很大的作用。第三一个呢，就是珐琅材料中含有大量的硼，而国产材料无论是五彩或粉彩都不含硼这个是两者之间呢一个很大的区别。那么第四，珐琅彩、粉彩含有砷，五彩的材料中不含砷这个也是我们要了解的一个情况也是我们要了解的。那么第五个呢，就是我们讲的珐琅彩与粉彩当中的黄彩采用的是氧化锑，我们叫柠檬黄，它是用它来做成色剂的。所以这种成色剂只有在珐琅彩和粉彩当中出现。所以你说粉彩当中的那个黄是不是珐琅彩当中的黄呢？不等于画了一个等号吗？此物就是他物，一回事。那么这个国产当中我们讲的五彩当中的黄彩用的是氧化铁做成色剂的。那么前面我们第一条就讲到了，是透明色剂，用铅做助溶剂的所有的色剂通通都是透明的。所以我们看到五彩上的所有的颜色它是用铅做助溶剂的，所以它一定是透明的。但是在粉彩当中，我们发现粉彩当中有很多既是透明的，
也有不透明的，所以粉彩是综合了这个五彩和珐琅彩当中的优点，使粉彩越来越华丽，越来越漂亮，因为它吸取了两者之间的精华，来丰富粉彩的内容，所以使它更加的精简，更加的漂亮。那么你想想，我们中国说老实话，是一个全球最大的锑矿的储备国啊，我们中国人是拥有48万吨的这个氧化锑，这个量很大的，占全球的32%。可是我们中国人不会用氧化锑，那么所以使用氧化锑作为装饰，是在17世纪以后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和科技的影响才出现的。这个呢，我们应该讲，这个氧化锑应该是我们清代的产物啊，我们所以千万要搞清楚啊，我们这个中国特色的黄彩，在公元前就出现了，而我们中国人用的这个氧化锑是在清代康熙时期才出现，所以这个相差了多少年啊？这个相差太远了。这是第5。第6，这个珐琅彩和粉彩中粉色使用的胭脂红，又名金红，也称之为洋红。这种东西呢，在我们清宫档案当中经常提及，都叫它洋红的，不叫它金红。那么从我们研究的角度来讲，这是在红釉当中它掺入了1/1002的纯金作为成色剂形成的一种新的材料啊，这个我们必须要知道，它是使胶体金粒子悬浮于铅和硼溶剂当中而制成的这种胶钛金啊，注意是胶钛金。那么这种金呢，由于对日光有选择性的吸收，所以它的颜色呈这种略带一点紫红的颜色，所以我们老百姓用这种颜色称它为胭脂红。说老实话，我们小时候这个儿童节参加活动，老师呢给脸上涂点胭脂颜色就很像这个，淡淡的涂一点那么我们老百姓就用这种红把它称之为胭脂红，这是比较准确的跟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是比较准确的。那么这种颜色呢，我们刚才讲了这个只有康熙珐琅彩当中出现，然后呢出现在粉彩当中。那么我们五彩当中，康熙五彩当中是绝对没有这种颜色的那么所以我们讲这种珐琅彩的这种材料都是来自于国外。那么中国传统的红色呢，无非就是2种，一个呢是氧化亚铜形成的这种红釉，釉里红，或者呢是这个山羊化二铁为色基的这种矾红、铁红、珊瑚红这种我们经常讲的，还有叫抹红的这2种。所以我一直在讲，我们中国的这种红色调有2种一个呢铁红，一个铜红。那么第3种呢，就是国外引进的胭脂红这个呢就是我们要讲的第6个问题。第7个问题呢，由于珐琅料它的基质当中，大家要注意，2氧化硅
这个原料的这个作为它的基质料，就是它的基础。那么色料当中呢，就会体现出很强的玻璃质感，所以它的透明度就比较好。什么叫珐琅？珐琅实际上就是一种含有氧化硅的，再加上金属成色剂的这么一种材料，它的透明性或者说透明度比较好。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啊，康熙的珐琅彩，它为了得到铜胎化珐琅的效果，有的时候呢会在色料当中啊，它会加一些粉质的东西。其实刚才我讲的这个粉质的东西是什么呀？就是玻璃白啊。那么由于加了这种不透明的东西，所以呢，它这种颜色的话呢，这种效果呀，就的确有那种仿铜胎化珐琅的效果啊。那么这一技法呢，随后呢又被粉彩所延续下去了。延续下去。刚才我给大家看的这个粉彩，是吧？雍正粉彩当中，你看那个花卉由红到淡这个过程，它通过洗的这种办法，把色阶洗出来，给人感觉它这种与大自然生活当中的那些现实的东西更加贴近，更加贴近了。那么这是康熙时期的特点。那粉彩又怎么样呢？粉彩时期它就很少用这种粉质的东西了。所以我们看康熙的珐琅彩雍正的珐琅彩，色料剥化感强，色泽艳丽，层次分明。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讲材料的这一部分呢，这个给大家把前面的这一段又梳理了一下。这一段呢是比较枯燥的，可能我们很多朋友可能没多大兴趣，但是没关系，我们现在就要明确一条：第一，我们瓷胎化珐琅来源于这个铜胎化珐琅，它的源头在那儿。然后演变到这儿，它有一个演变的过程，一个延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又产生了另外一个品种粉彩，所以这个两者之间实际上是一个孪生兄弟，只不过粉彩我们御窑厂也生产，民窑当中也生产，所以它清宫里边有收藏。那么民间窑烧的这些东西呢，在民间大量的生产，受到社会的广泛欢迎。这个就是两者之间不一样的地方。反之，珐琅彩只为宫廷的少数人服务，所以它的这个面就更加的窄，因为它只为塔尖上的人服务，一般的王公贵族跟它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它的量就更加的稀少。这就是我们讲这个色彩的运用，以及它对我们中国陶瓷的发展所产生的巨大的影响。这就是我们讲这个珐琅彩它的作用和它的功能。这个呢就是我们讲这个材料的一部分。这个我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些东西能够听进去，不要把它大而化之，觉得无所谓。如果你真想学，你就认真听。如果你不想学，只是想到这个东西是真是假，这个东西能挣多少钱，那跟我就一点关系都没有了，跟我就没关系了。那么去年2022年11月19号下午3点，中海巨门文化有限公司和我们中国传媒大学周世忠教授以及呢金立言先生
在这个异空间呀，我们搞了一个珐琅彩的这么一个讲座啊。当然，我们是以这个周世忠教授为主讲，而且它里边很多的研究成果呢，也给我们很多的启迪这一点呢，我们还是要非常感谢的，是吧？这个我们在今天讲的时候呢，有些东西呢，我们也会采纳我们周教授的一些说法同时呢，和大家进行一些交流那么，据这个我们中国传媒大学周世忠教授研究认为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珐琅的生产时间呢，大致在初创阶段是康熙50年到雍正5年刚才我们光是讲了材料了，那么它什么时候开始生产的呢？这个我们学界还是有不同一些看法，但是我们先把观点先摆出来，让我们镜头前的朋友能够了解我们学者们研究的一些成果大家都知道，都能够了解，我觉得这是首先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是我们要给大家这个进行交流的一部分。那么这个里边就提到了一个初创阶段，它是康熙50年到雍正5年，那么兴盛期呢，它是雍正5年到雍正13年这是兴盛阶段。发展期呢，它是乾隆1年到乾隆21年。那么大家要注意这个乾隆5年这个到这个乾隆的21年，大家要注意，这个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我相信镜头前的朋友肯定都猜到了，这人是谁？那就是唐英这个人物这个唐英对中国陶瓷的研究以及制作创新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所以这个发展期里边讲到乾隆1年到乾隆21年，因为乾隆21年这个唐英去世了，然后衰弱期是乾隆21年到乾隆54年那么这个呢，这个阶段分初创期、兴盛期、发展期、衰微期，那么这个前后也几十年的时间几十年的时间。那么在这一段时间当中呢，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学者呢，还有其他的一些表述其他一些表述我们先暂且放一边先把这个呢先提出来先提出来。然而呢，通过研究还发现，我们清宫珐琅制作生产研制的地点主要是在照办处养心殿的照办处，这个地点很明确很明确。但是呢，非常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制作地点并不是固定一成不变的，它是随着帝王的活动场所的变化而变化。这个问题呢，我也是在这之前我还没有在意这件事儿但是我们这个周教授提出这个问题来，我也是兴趣盎然，是吧？因为这个烧造这个珐琅彩它还根据帝王的活动场所变化而变化，这个还是很少有人提及的很少有人提及这个问题。那么周教授提出来什么呢？就是康熙5年到雍正5年珐琅做的生产地点分别为武英殿、养心殿、慈宁宫、圆明园。这个窑看来是这个皇帝在哪儿办公这个小窑就在哪儿要搭建一个这个的确是相当的麻烦相当的麻烦。因为
你要做好一件事，没一个固定的地点，没有固定的人，这个烧的话就难度很大。当然，我们通过这个侧面，等会儿我们讲，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啊，我们现在暂且不说。那么从雍正5年至雍正13年，这个珐琅座的生产地点呢，又分别为慈宁宫和圆明园。刚才我们讲的康熙啊，康熙50年到雍正5年又分4个地方，一个是武英殿，啊，一个是养心斋，一个是慈宁宫，一个是圆明园。到了雍正5年到13年，就变成了慈宁宫和圆明园了。好，这个乾隆元年至乾隆20年，这个珐琅座呀，又从圆明园到了慈宁宫。而慈宁宫又作为辅助的，而主要是在圆明园。这个也蛮有意思的啊。乾隆元年到乾隆21年，那么从乾隆20年到乾隆54年，珐琅座的生产地点只剩下了圆明园一处生产研制珐琅。这就是我们讲这个周教授经过他的研究和资料的查阅以后得出了一个它的生产时间大概是在这个时间段。第二个，它的生产这个地点非常有意思，在不停的换来换去。当然圆明园是主要的，然后呢就是慈宁宫至于养心殿和武英殿，这个在这个里边比较起来算是比较少的这个非常有意思这个我以前也没听说过，这个通过这个研究我们也是学到了很多知识。这个没想到这个生产地点还是这么的左右变化那么其实呢，我们讲到底下以后就会理解了为什么来回变为什么来回变。这个不是讲故事这是在讲历史那么在对清早期珐琅制作和生产做研究考证的时候呢，我们周教授他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清3代清宫瓷胎画珐琅制作与清宫铜胎画珐琅生产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个事情很有意思这个铜胎画珐琅这个胎跟瓷胎画珐琅这个胎，它两者之间是没有什么内在联系的一个是铜，一个瓷。那么现在变成了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就变得这个意趣盎然了兴趣盎然。这种关系是当制作铜器的铜材料供应紧张时，瓷胎画珐琅及景德镇御窑厂就会大量生产。这个也是一个蛮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我们国内的铜矿今年比如说发掘生产这个铜矿生产这个材料比较多，比较丰富，那么我们就大量生产铜胎画珐琅。如果今年这个矿生产或者是天灾人祸，就像今年这个大雨一样的坏了，矿被水淹了，没法生产，那么好了，御窑厂就大量生产瓷胎这个所以这个蛮有意思的当铜器的铜材料供应充足时，铜胎珐琅的制作量加大，瓷器及与瓷胎画珐琅的生产就会相应减少这个现象呢，这是我们过去没有关注到的那么其次呢，就是
清宫瓷胎画珐琅与铜胎画珐琅的艺术风格也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两种产品都是照办处珐琅做一套班子及工匠制作的，就是我们过去讲的叫2块牌子一套班子，所以呢，它的生产力是非常有限的。因此，总体上讲呢，照办处珐琅座生产数量少，质量高，是其重要的特点啊。这个大家要记住这个啊。这个虽然我们会出现这种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铜供应充足了，就多生产铜胎画珐琅。铜胎这个铜供应如果今年不行，那么就画瓷胎画珐琅，转来转去这种现象还是比较一个特殊的一个现象这是我们过去关注的比较少的那么在这个当中尤其是初期。康熙时期烧造的珐琅彩是为了尽量的模仿铜胎画珐琅的效果，以满足康熙帝的喜好。因为这个铜胎画珐琅从广州进来以后，就地设厂生产。而且是大量的生产，同时作为供奉的朝廷，受到了康熙帝的关注和喜好，所以呢，康熙帝对这个铜胎画珐琅是非常重视的。那么，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注意了为了尽量的模仿铜胎画珐琅的效果。无非就是为了满足康熙帝的喜好，这个就是当时的这么一个现象，也是我们在康熙这个很短的这个时间之内所见到的康熙瓷胎画珐琅的实物当中，从当中表现出来的这种形式，几乎和铜胎画珐琅是非常相类的。那么，为了生产这个瓷胎画珐琅，我们的工匠们就开始考虑如何将珐琅彩添加到器物表面上。大家不要以为这个瓷胎画珐琅就很容易，其实它的难度是比较高的，因为这个怎么样把这个彩加上去，这是我们每一个工匠所要面临的问题。我们都知道，铜胎画珐琅，它这个铜胎的表面不是光洁如镜，而是干涩的。这种干涩有利于珐琅能够吸附其表面。我们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的自行车胎破了，我请我们师傅帮我补一补，我们就会发现，我们那个师傅一定用那个木锉要把我们破的那个洞，这个表面一定要锉毛。我们粘的那个皮在涂胶之前也同样要把它锉毛，然后两者之间抹上胶水，然后再把它贴在一块儿。为什么？道理和这个是一样的。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点点滴滴和我们要研究的内容时常是可以联系在一起去想象的。因为它都是毛的面，用胶水一贴以后，它相互之间就更加融合，贴
就这么简单的道理。我再说一个，可能这个大家觉得啊有点是不是贴切啊？我们进医院开刀，表皮用刀拉开，里边的肌肉一定是撕开的，啊，腹肌也好，哪个地方也好，凡是肌肉一定要撕开，而不是把它切开。为什么？因为它弥合的时候，撕开的创口它容易贴附在一起，而且长得很好。如果刀一切开，把上面的纤维拉断，然后这个断面与断面之间永远长不好的。这个道理和它一样的，就是一定要表面不能太光滑，一定要毛躁一点，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很光洁的珐琅吸附在它器物的表面。所以呢，我们这个照办处啊，就开始用江西宜兴的紫砂器来做试验。我们都懂得，我们古人实际上也懂的。虽然我们平时用都说紫砂壶怎么样啊？紫砂壶泡茶能保持它的香味儿，紫砂壶泡茶放到夏天，它里边不会馊，即便是没有茶叶，开水倒进去以后，它还回味，还会回香，这是紫砂的特点。紫砂它因为它的表面实际上是粗糙的，啊，是透气的，这个用放大镜就能看得出来。所以我们的古人实际上都是懂的。由于紫砂表面的干涩和粗糙，有利于珐琅料吸附其上，加之动用全国各地最好的珐琅做的工匠、画师，给他设计绘画，因此烧造珐琅彩获得巨大成功。这个呢，我们可以找到它的实物来作为见证。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呢，现存仅有的19件啊，同志们，全世界就没有多少件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有19件。紫砂胎画珐琅器，通通都收藏在台湾故宫博物院。这个真的不容易啊，我们平时是看不到的我们在国内也是看不到的那么有哪些品种呢？有绘花卉纹的方壶、菊花寿桃纹瓜楞壶、三季花卉茶碗瑞果纹碗、四季花卉纹茶盖碗等等，总共只有19件这些造型都非常优美，色彩艳丽。这个艳丽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用珐琅彩渲染，花瓣有浓有淡，明暗的这种立体效果，这个是我们五彩当中过去是没办法办到的。因为五彩是什么呀？五彩是勾勒平涂这种效果，而且呢，这个五彩当中的色彩，红就是红，绿就是绿。比如说矾红，这个花卉矾红，我们只看到这朵花红颜色。至于说刚才我们给大家看的那个粉彩当中的那种色阶，五彩当中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绿就是绿，要么瓜皮绿，要么秧草绿，就是那一坨，是吧？你看不见它的色阶的，而珐琅彩它可以做到珐琅彩可以做到。我们现在呢给大家看一下照片这个展现在大家面前的这是一个双耳的一个釉陶的壶，这是
上个世纪60年代，我们扬州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征集来的这个东西。这件东西距今1000多年，是唐代的产物，而且在扬州的古城遗址古城遗址中，大量的出现这种残破的碎片。比如说，旁边看见没有？这个颜色，大家注意了没有？这个颜色有点偏蓝的，这个颜色有点偏绿的。那么这个东西啊，不仅仅是我们唐代地层当中大量出土这种残片，在我们福建的泉州有一个刘华的墓当中还出土过类似的东西，那个年代比这件东西年代晚，那是5代的，这个是唐代的这件东西是唐代的。那么这个残片多了就好办我们这个扬州博物馆的周长元先生和我们上海硅酸园的张福康老师对这些残片进行了化学分析，进行了测试，让我们所有人没想到，我们当初的想法呀，因为我们的这个唐三彩里边有钴蓝这个颜色，所以我们就主观臆断的认为，既然这个东西是来自于波斯，我们把这个叫波斯陶的把它叫波斯陶，所以呢，都认为这个东西应该这个釉里边应该含有氧化钴。可是经过测试以后，让我们大吃一惊，原来这个东西这个材料，这个蓝也好，这个绿也好，它不是氧化钴，而是氧化铜。这个让我们很吃惊我们看到，你看这个胎是陶胎，这是伊朗高原的黄土做胎，然后外边上了一层什么釉？高石灰碱釉。大家要注意我这个专业名词，我们一般来讲，我们用石灰釉，用石灰碱釉石灰釉最典型的就是隐青瓷。石灰碱釉是什么？一个我们讲素朴，大家知道的；另外就是我们元明一直后来大量使用的都是石灰碱釉。而高石灰碱釉主要是在什么里边使用我们的法华器当中，它是中温釉，温度在1000到1100度之间。这个过去没有人讲过，我们都讲高温釉、低温釉，其实还有一个中温釉。我们中国烧的法华器就是属于中温釉，而像它这样的东西，基本上也就是在1000度左右1000度左右同志们，这个都是我们过去不知道的，而且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是氧化铜产生的这个蓝色调。所以我们讲珐琅彩里的这个蓝料彩因为我查阅了很多资料，几乎就查不到这个蓝料彩究竟用的是钴料还是铜，没有答案的。但是以我个人之见，它应该还是与氧化铜有关。那么这个地方我给大家再继续看一下这是我有一个朋友，他们在援建伊朗的时候，在伊朗的这个老百姓的家里拍摄的照片，这个同样也是和我刚才给大家看到的那个性质属于一类。这个是属于波斯陶，就是我们讲的釉陶，看见没有？这个是蓝色调，
啊，这个纹饰都和刚才那个一样，都是水波纹。看见没有？孔雀绿调啊，孔雀绿的这个釉色啊，孔雀绿的釉色。看没有？家里院里边都是这些东西，也就是说这些东西啊，在这个伊朗啊，很多家庭里边，可能在使用这个瓶瓶罐罐的时候啊，都大量烧造这种容器来储存粮食、水或者其他一些东西啊。看见没有？这院子里全是这些东西啊，全是这些东西。这个我所以非常感谢这个朋友啊，这个他把从伊朗拍摄的这个信息啊给我，那么这样的话我就有更多的机会啊，和我们镜头前的朋友能够进行一个交流，让大家知道这些东西1000多年前的我们叫波斯，古代的波斯就有这样的东西了，结果1000多年以后，我们依然还能看到这些东西。这就不让人感到非常的好奇啊，非常的有意思。当然，我们镜头前的朋友啊，将来如果你们有机会，也可以到伊朗啊，到这些地方去看一看，实地去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啊。尤其我们对这一方面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啊，好，我们把这个情况呢也给大家啊讲了啊，蓝料。双方框康熙御制啊，大家注意，康熙御制款。那么毫无疑问，这件东西就变成了我们御用器啊，大家注意，这是御用器了。好，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件啊。这是我们给大家看到的啊，又一个侧面。那么这个画的是蜀葵、菊花和海棠花，这边画的是什么呢？荷花啊，有可能这个几个面可能是不是四季花卉啊，还是什么啊？咱们等会儿再看。那么我讲到这个色彩的同时呢，我再提醒大家注意，大家要注意这个紫砂壶的造型。啊，一个呢，当初在制作和试制的过程当中呢，当然尽量要挑选那些制作起来比较容易的、方便的这个造型。像这把壶，实际上它是四方形的，它有一个平直的块面，这对于绘画来讲的话，相对比较容易。所以呢，它比圆的做起来更加的方便，绘画起来也更加的容易。那么当然我们回过头来也要说，紫砂的表面，我们透过这个我们现在的眼睛看到这个照片上，这个紫砂的表面实际上是高低不平的啊。那么如果你用几十倍的放大镜来看的话，它这个表面整个就是高高低低啊，高低不平的啊，这就是它一个现实的表现啊，现实的表现。那么这个造型大家一定要记住啊，鉴定紫砂壶，紫砂壶上是没有款的，有的时候偶尔也会落款，如果是素的怎么办？这个都是我们大家要注意的问题啊。这是它的另外一面，这边画